爸，你之前跟我说，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能做互联网，但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圈子发展的太快了，只要稍微一脱离，就会被甩掉很远。只有在大城市里，才能得到需要的资源，还有发展的空间。这些事情在我们老家是做不到的，所以，我想留在新州。行了，闺女，我跟你爸刚才已经商量好了，只要你喜欢，你就留下来。真的啊？太好了！可是，你们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别管我们了，我们还没有老到让你照顾的时候。我们想让你回去，主要是怕你在这受欺负。林浩那小子干的事儿，我想起来，我心里就翻篇了，你怎么又提了？爸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也别再往心里去了。好啊。妍妍啊，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啊，向南啊、小雷啊，他们都很不错。孩子们到医院去看我。你妈把我的宝贝核桃扔了，人家还帮一块找回来啊，还挺好。哎，有这帮朋友在身边，我和你妈也就放心了。留下吧。哎呦，爸妈，我都想好了，等我再努力奋斗个3、4年，我就把你们都接过来。哎呦，哎，我没让你安排啊，我和你妈我们另有安排。对呀，我们要去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我们想去走一圈儿。我们也有远景规划。这几天真是兵荒马乱、人仰马翻的。好在我们渡劫成功，顺利送走2老。今天必须买！好，今天就陪着你们好好出出血。这哪是出血啊？买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回血。夏言，你这段时间又忙又乱的，好不容易叔叔阿姨回老家了，你也可以好好放松一下。我们可商量好了，今天你要选什么东西，我们买单。别，你这么一说，我都不敢买了。我怎么给说漏了？你看看，不诚心吧？是不是？大表姐，你怎么也挤兑我啊？那这样，夏言，你今天不用挑了，我买什么全部给你来一套。我可不要，你也悠着点啊！我听说你上个月又把卡刷爆了。刷爆卡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这又不怪我妈突然给我限额了，我去跟她吵架，她还要把我所有卡都停了。什么？你妈妈不给你钱用啊？那你怎么撑得住啊？算了，我还是不买了。哎，怕什么呀？我有直播呢，还有家居店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没有它我还不能活了。你不是最近……哎，你们先挑着，我再去逛逛。本小姐买单。他今天怎么这么亢奋啊？他说的是真的假的呀？那是真的吗？白色的更适合你。我也觉得，不过我男朋友更喜欢看我穿红色。直男审美，人又不在，当然要买自己喜欢的呀。男人就是这样，陪女朋友逛街就像上刑场，不过不出现就没有发言权啊。我男朋友也喜欢陪我的，他一会儿就来。男人啊，说变就变。刚开始表现的对你一切都感兴趣，到手之后就开始慢慢敷衍。我闺蜜的男朋友就是，追她的时候兴趣爱好简直一模一样，就像天造地设的一对。结果怎么样啊？还不如出轨了。听说还出轨一个又老又丑的女上司，就想吃软饭呢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闺蜜有更好的追求者，不仅更帅、更有钱，还更浪漫。
学长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林浩，你来了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就这狐狸精，果然是又老又丑啊！你看我不爽。韩爽，你说话不要那么难听。再难听也好过你干那些恶心事儿。韩爽，算了，我们走。凭什么走啊？算了。什么算了？你能不能别在这装好人？我装好人？不是吗？一副委屈样子指控我，可你又好到哪里去？你跟那个许晨毅早就搞得不清不楚了，对不对？我跟他只是上司还有下属的关系，清清白白。清清白白？那他怎么会为你？闭嘴！你要敢说出什么侮辱下言的话，我弄死你！之前我实在是蠢，还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。现在我全明白了。你不是跟你爸承认你早就爱上许晨毅了吗？和我分手你求之不得吧？你根本看不上我这个穷小子，要去攀高枝了。夏言，你等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。刚刚差点打起来，我这心啊扑通扑通的，都快吓死了。有什么好吓死的？打就打呗。为了他不值得。什么叫不值得呀？他都骗了你那么久了，打他一巴掌算轻的了。再说了，我们有大表姐呢，我们又不吃亏。也说不上是骗吧，我们异地了那么多年，或许感情早就出问题了吧，只是我没有发现而已。这就是现实，毕业不分手，异地绿成狗，这些臭男人们都不可信。可是，刚才跟他提起夏言和许成毅的事儿，那气成那样，好像什么？明明是他出轨在先，却要找对方的毛病，典型的利己主义。对啊，这样更恶心。万一有什么误会呢？人都出双入对了，才过了多久啊？真不要脸。林浩的事业心重，或许郝杰在哪一方面可以帮助他吧。真的没想到，林浩这么在意自己形象的人会做出这种事儿。这样，即便他将来事业有成，别人也会看不起他。他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，才会变得越来越虚荣。我们就走着瞧吧，看他最后能获得什么样的好处。不管他以后怎么样，跟我都没关系了。说得对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没有任何计较的必要。来吧，让我们为未来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我以前觉得呀，我是个挺坚强的人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睡个饱觉就好了。可是那天在餐厅，我爸妈看见了他们，我那时候啊，只想赶紧逃离那个尴尬的场合。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，直到今天，我看见他跟那个女人从我面前离开，我才发现，我的内心好像没有一点波动了，我好像放下他了。逃避是没有用的。当你正视它、面对它，就会发现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夏小妍最棒了。林浩，我放弃你啦！再见，不，再也不见。男人就是淘汰家具，我也不稀罕。退。
闺蜜有更好的追求者，不仅更帅、更有钱，还更浪漫。你们在一块7年了，你为什么不结婚呢？啊！你现在还脚踩2只船，你一定要跟我回答清楚。你先别转人。爸，是我不喜欢他了。衣服要不要试一下？不是。要不要吃点水果？不吃。今天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我还有合同要看。今天就别工作了，我们一起看个电影嘛。明天就要谈判了，今天必须做好准备。你3个月谈下来的项目，3天就搞定了，你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呢？我不能一辈子都靠你啊，我总得自己学着干。可是过去工作再忙，你也有时间陪我啊。过去我就是个打工的，只要老板满意就行，工作当然可以往后放。但现在这生意是我自己的。你说过去你陪我，只是为了让老板满意。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看电影是吧？坐着吧。我们需要谈谈。哎呀，谈什么呀？今天下午，你说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，你是后悔了吗？当然没有，那就是气话。气话？听到夏言和许晨一的事，你那么生气，你还喜欢他？那就是一种习惯，我跟他早就已经分手了呀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跟他分手到底是因为我，还是因为许成一？当然是因为你啊！你连这个都要怀疑吗？我爱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所以和他分手了。我跟他之间早就只剩亲情了。可是如果我没来，你们已经结婚了。那都是父母逼的，我的父母、他的父母都希望我们早点结婚。你爸妈对他很满意吧？哪呀？我妈一点都不喜欢他。我妈说，女人比男人老得快。他跟我同龄，再过几年就……怪不得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妈是这个意思。我妈是我妈，我是我，我不会被他们影响的。那你告诉他们我们在一起的事儿了吗？还没有，这不和夏言刚分手嘛，太快了，等一段时间啊。再等下去，我也不会变得比你年轻。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找机会尽快告诉他们，而且我要跟他们见面。今年秋天我们就要结婚了，怎么也得提前熟悉一下吧。秋天？对呀。昨天我去订了一个婚礼的场地，是很精致的日式庭院，里面种了很多气树，秋天会非常的漂亮。当然，春天樱花开的时候也很美，但是樱花落得太快了，总觉得有点不吉利。而且你也喜欢红色，那就秋天吧。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呢？我开这家公司的时候也没跟你商量，你不是也挺开心的吗？那不一样嘛，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在一起嘛。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？我当然想啊。哎呀，就是太快了。我和夏言都谈了7年的恋爱，我们才打算结婚的。那你希望我们也像你和他一样？我当然希望我们能白头到老。可是，这公司刚成立嘛，还有很多事要忙。好，那我们先不考虑结婚。但是你要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你父母，省得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谁。好，听你的。你看电影吧，想看什么片儿？找郭家宝的片子吧。又看这么老的电影啊？当初你不是说最喜欢老电影吗？好，就看家宝的片，我去找。哎呀，家宝的片子。
整体来说非常成功，而这些呢，就是我们上一阶段的工作成果。大家的努力都没有白费，不过你们呀也不能掉以轻心，接下来还有更新的挑战在等着你们。公司的年度项目征集已经开始了，大家在工作之余可以想想有什么新的创意。创意被采纳之后，不但有奖金，还有机会成为项目负责人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。我刚刚去人事部办了手续。既然离职手续办完了，可以收拾东西走了。我办的不是离职手续，是年假的补办手续。谁批准你休年假的？哦，是我。我批准了夏言的年假，忘记走流程了。这事儿我和人事部解释过了。 赖我，这些情况我竟然都没有了解到，是我疏忽了。看来我对运营部的工作还不够细心呢。不过以后不会再发生了。既然人回来了，找个位子自己坐下吧。我们还要继续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 今天不是要出院了吗？吉他不要了。我正准备去找你呢，可是我看见了那个。什么呀？太平间门口的那棵树啊。你不觉得它长得特别春天吗？死亡只是这个世界的一种表象，而生生不息的生命才是永恒。 你在写歌词呢？没有，这种歌词不好卖，人们都喜欢悲伤、暴躁，总之就是极端的才会有人喜欢。你才不会在意有没有销量呢。还是像一声动物啊！我真的觉得写什么歌，不是靠这儿，你得靠这儿。你心里向往什么，音乐就会涌现出什么。你猜？ 我现在心里涌现的是什么？我是骨外科，又不是心内科，我怎么能知道？不猜算了。走了，办出院手续去了。我心里涌现的是生命力，满满的生命力。向医生，不要太想我啊。 是挺春天的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？把门关上。最近你们工作不是特别忙吧？那年度项目征集结束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交出一份让我满意的方案？ 如果交不出一份有潜力的方案，今年运营部的年度项目征集可是要交白卷了。总监，我们会努力的，我一会儿就去收集资料、整理方案，我会尽力。但是，现在平台上有关女性时尚类别的软件实在有太多了，我怕。 这份资料拿出去好好看看。美丽 online 这2天整理出一份方案，以你的名义交上去。你是我们运营部的老员工了，当运营部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，你要学会担负起这份责任。
明白吗？我知道了，谢谢总监，谢谢。去吧。我就知道你会回来，恭喜你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这是我的条件。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谈条件 ，SG 随时都可以找到不逊于我的人才，但这是我留下来的前提。不谈与工作无关的事。 不得语气调戏、动作暧昧，更不准有肢体接触。欠债还钱，不许不收。这权利和义务划分得这么清楚，你这是约法三章。虽然内容有些滑稽，但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。君子协定，一式两份，白纸黑字。希望你可以好好遵守约定，我们两个和平相处。 你有这个经历啊，可以好好出份伺候案了。总监，您找我啊？进来。把门关上。嗯。这个月绩效考核结果看了吗？嗯。 有什么想法？连续2个月绩效考核成绩垫底，这个月要是再这样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一个个都不让我省心，你一个，夏言一个，他是突然请假人就不来了，突然销假人又回来了，这样别人看到我们运营部做事多不专业啊！ 虽然他现在人回来了，但是旷工那么多，肯定要扣积分的。到最后，垫底的应该就是你们2个。那怎么办啊？夏言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才，在能力方面，他也的确比你要强。不过你别紧张，你是我带出来的人。 我自然舍不得你走，只是公司有公司的章程，你只能靠你自己。要是再不努力，谁都留不住你了。所以该怎么办，你自己真的要好好想清楚，明白吗？你也留一份。欢迎回来。差点忘了，说是不能有肢体接触是吧？行，那你好好准备你的方案吧。加油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 悠悠，你把，哎，夏言，哎，夏言，这么长时间没见，你也不联系我们一下，你去哪儿了？家里出了点事。对呀，我听艾米说你爸爸生病了，现在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做了个小手术，现在已经出院回老家了。
不管怎么说，夏言回来就好啦。对呀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头脑风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，觉得只有风暴没了头脑。太夸张了吧你！真的，我们都可盼着你回来啦。行，那我先去工作，回头我请大家吃饭。拜拜拜拜。哎，你看艾米今天状态不太好。是啊。艾米怎么了？她已经连续2个月绩效考核垫底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她可惨了。刚才我还看见薛老大找她谈话呢。哎，薛老大刚才找你谈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年度方案的事儿呗，让我们抓紧点想。你提这个我头都大了，我上哪儿给他想去啊？我还是随便写一个应付他。艾米，艾米，哎，公司的年度项目征集，以往被选中的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类型主题啊？大概是围绕……他虽然人是回来了，但是这个月旷工那么多，肯定要扣积分的。到最后，垫底的应该就是你们俩。什么类型都有啊 ，SG 旗下涉及的领域都可以。他们主要是参考项目的整合啊、可行性啊、推广性啊。对，你说的这范围太广泛了，你跟我说的具体一点。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吧。艾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是在担心绩效考核的事情吗？你别太担心了，你也是运营部的老员工了，不管是资历还是能力，你都没问题的。你这话说的多轻巧啊！你当然不用担心了，我又不是你，什么难题到你手里都能轻而易举的解决。况且你背后还有徐总给你撑腰呢，我们哪能跟你比啊？对不起啊。慢点。对，好。康复时期，速度不用太快，匀速就好了。看前面。好的，那我先去忙，你先练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嗨，左鼻孔流血，右手举高。似乎每次见到你都有血光之灾。那不很正常，我是外科医生，大部分人也是因为有了血光之灾之后才来找我的。但这件事情给你提了个醒，以后千万不要悄无声息的接近一个正在打拳的人。人电视剧里的武林高手，都是收放自如的。右手举高。绝对不会伤及无辜。哎，也对，电视剧里的名医啊，都只会三脚猫的功夫。给你介绍的康复教练怎么样？恢复得好吗？挺好的。对了，向医生，不过在医院我应该可以不用叫你向医生吧？你随意。我想用这一次血光之灾换你一次捧场。来酒吧里听我唱歌吧。
觉得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呢？我今天也拿了。这不是霍凯吗？我们的霍凯回来了 ！Hello， 大家好久不见，我回来了。小凯，你2个月没来，他们都把你忘了。人家新主唱唱的可好了。才没有呢，我们都可想你了。哎，小凯，我比他更想你。我也想你们。我在医院的这一段时间，我特别想绑着石膏来看你们，给你们唱歌，但是我的医生死活都不让。在医院的这段时间呢，我也有了一些新的感悟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追风。加我一个呗！好，来，会了，干杯！等会儿，哎，你来干什么？喝呀！今天晚上这桌可没人送你回去。叫酒啊！向南。谢谢你的邀请，演出很精彩。不过我该回去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我知道，你用网易云音乐听歌吗？用啊，怎么了？我加你一个好友吧。网易云音乐最近推出了一个新功能，叫一起听。我选择一起听，你选择加入，这样就算你回家了，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听歌，而且还可以显示距离，显示我们相距有多远。这个是我朋友刚刚写的歌，我觉得他把我的心声写了出来。不过只是个 demo， 一定要记得听哦。走了。
肖医生，肖医生，你来看，什么事儿？你快过来，快过来。有什么呀？什么事儿啊？大惊小怪的。很爽。我告诉你，我一点都不生气，一点都不生气。我今天来就是跟你心平气和的聊一聊。来，好好看看。你把我喝醉的照片放微博上，引起这么多评论，你什么意思？自己看。怎么，昭告天下，断后路啊？他们很善良的，他们就是看马先生你帅气迷离的姿态才来评论的。善良是吧？知道这帮网络暴民要对我做什么吗？他们要人肉我，要找出我是哪家医院的，要去找领导投诉我。怎么？你不该负责我？我觉得这个标题不错啊，外科医生实为富二代，纵情夜场，放浪买醉，真带劲。韩硕小姐，做人要有最起码的底线，对吧？在马克的脸上打上马赛克，有那么难吗？我不拿你告我呀。你以为我不敢啊？那你告呀，到时候我多找几家媒体跟踪报道一下，官司打多久你就可以红多久。你信不信我跟你鱼死网破？喝一杯我特调的养乐多，消消气儿。你身后的床呢，标价12000，你只要能不小心洒上一滴，我又卖出去一单。韩硕小姐，你就是靠这种手段来卖货的，对吗？那都不用我告发你，派出就会把你开了。不可能！不相信？有本事打赌啊！赌就赌啊！我要是被开除了，我心甘情愿把你的视频删了。在这之前啊，就让大家好好欣赏欣赏马医生丰富的夜生活吧。哎呦呦，掀桌子呢！你这身板也掀不起来啊！人间自有天收拾，天道好轮回。我迟早也会收了你这个妖孽。哎，不用。拜拜，法海。我回来了。你可回来了，我都要睡着了。你还在看这个呀？你都看了多少遍了？能不能换一个呀？哎呀，
我也想早回来啊，可是那个方总太难缠了。早就跟你说，老方特别喜欢给人灌酒，让你别去你不听。不过你喝多了还是这么好闻。今天有好好吃饭吗？我吃过了，以后不要扔下我一个人去应酬了。方总在业内那么有名，总要跟他打交道的嘛。我希望陪我一起去。我不去他的酒局。逢酒必喝，逢喝必夺，喝多了还要动手动脚。可他手头上那个项目是真的不错，抢着巴结他的人数都数不清。你跟他合作过，如果是你去跟他谈，说不定就……我不跟他谈。之前在北京，只要生意谈成了，我躲他还来不及，何况现在在新州，跟他谈生意，岂不是等于自己去跳酒缸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不去我去，谈生意嘛，喝点酒算什么呀？这可不是一点，以后生意谈成了，他会天天叫你陪他喝的。这种伤身体的钱还是别赚了，我们又不缺钱花。是你不缺钱。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我知道你上进，可是我们都在一起了，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拼命啊！不拼命能行吗？公司到现在只接了些零零碎碎的活，一笔正经的生意都没谈下来。这不刚起步吗？你别急，要么这样，我去找老李谈，他这儿我可以轻松搞定。那个李总那么抠门，本来项目就不大，还把价格压那么低，就算接下来也没多少利润。利润无所谓啊，项目谈下来那就是你的成绩啊，别人又不知道我们赚了多少钱啊。老方这个单子太大了，就算谈下来，我们也要忙1年，我们就又没有时间好好在一起了。以后在一起的时间多的是，我是男人嘛，总得去赚钱，去拼事业嘛。如果我需要一个会挣钱的老公，我就不会离婚了。我也想天天只跟你在一起啊！刚才跟他们喝酒的时候，我心里就一直在想，只要我能回到家，能这样的躺在你怀里，这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了。你说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只想跟我在一起？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去把老李的合同搞定，他这个项目呢比较简单，具体执行交给下面的人负责就行。然后我们就去欧洲玩了3个月，回来的时候正好是秋天，我们就办一个浪漫的婚礼。婚礼呢，我也会专门找人负责，你也不用操心。对了，去之前我要去见一下你爸妈，你把我们的事儿给他们说了吧？我爸妈那边先缓缓吧，太快了。快什么快啊！我们都认识3年了，我们这3年相处的时间比你跟夏言7年相处的时间还要多，还有欧洲3个月呢，那也算试婚啊。如果到时候你对我不满意，大可取消婚礼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毕竟我跟夏言刚分手嘛，马上就把你领回去，我怕我爸妈对你会有不好的印象。我是为了你，也为了我们着想，你怎么就不懂呢？他们怎么想我不在乎，反正我年龄比你大，他们也不会喜欢我。既然你这么不在乎，又何必去见他们呢？就是为了向所有人宣示你的主权吗？我不在乎他们，可是我在乎你的态度，在乎你是否愿意承认我们的关系。我还不算承认吗？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了，就我爸妈不知道而已。可他们才是你最重要的人，不是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律师刚发给我的，还有很多细节要改，改好了我再拿给你看吧。改好了再给我看。既然叫婚前协议，不是应该由我们2个一起商量条款吗？我当然会跟你商量啊，不过我说的一切你都会同意，不是吗？你不希望我去拼事业，
也不会让我分财产。如果我不想当穷光蛋，就得一直哄你开心。难道你不想让我开心吗？你颈椎好点没？没有，还是很疼。我叫你做的那个操，你做了吗？没有，忘了。是忘了还是忘了怎么做？我没时间啊，大表姐。哎，请接点。干嘛呢？学针灸呢？马克那家伙的嘴脸你都见识过的吧？见得我手痒痒，不戳他个面瘫，我真是寝食难安。他又怎么惹你了？我戳他还需要理由吗？他呼吸了我的空气，浪费了我的生存资源。马克人不坏，就是嘴上不饶人，跟你一个品相。对啊，而且夏叔叔生病的时候啊，我看马克也是忙前忙后的，挺热心的。不说他了，扫兴。夏言，你最近公司怎么样啊？我看你天天加班，那么晚回来，我连面都碰不上。被领导点名批评，能不拼吗？怎么了？那许晨毅又故意针对你？倒没有，我倒是觉得现在这种状态挺好的，就是正常的上司与下属之间的关系，我觉得挺舒服的。你 IP 还这么开心，抖 M 啊？抖 M 什么意思啊？想试试吗？别闹。我现在头疼的是新项目的提案。自从我进了新公司以来，就一直想撸起袖子好好干一把，终于不用做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了，所以还是要拼一下。社会进步，人类进化呀，就靠你们了。你这哪是加班啊？你简直是毁容了！你气色这么差。女人啊，拼得拼，但千万不能把自己熬哭呀。这什么色号？快发我！这颜色挺好看的，贵不贵啊？我就早就发群里了，那个斩男色，你们都没看吗？你别看我啊，什么水啊乳啊的，看见我就头疼。我最近工作太忙了。不行，你这个也太贵了吧？哎，韩爽，你不是粉丝也挺多的嘛，然后还经常直播，不然你去做带货主播吧。你要是带货呀，这能力肯定不输大牌。其他人我才不操那闲心呢，只有你们仨能独享姐妹恩宠，还不快谢恩？谢谢。等会儿，我刚补的妆啊。我先走了啊，你们继续。哪？我刚想个切入点，回公司加班去，拜拜。喂，你们进步人士的世界我是真的不懂啊。今天周日啊，好不容易休息。现在大家手里拿着的，就是我们运营部进入复赛资格的2个方案，分别是由美琪和夏言完成。这2个方案我和薛总都已经看过了，今天来开这个会，主要是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美丽 Online， 这是一个主打时尚女性的闲置物品交易平台。对，我在做方案之前，对女性化妆品相关做过市场调查，因为网红效益。
女性在购买化妆品和护肤品的时候，越来越倾向于网上做好功课便直接下单。但是由于每个人的肤质不同，适合大家的未必就是适合自己的，所以就会出现假之蜜糖，乙之砒霜的情况。那么问题就产生了，化妆品一旦拆封使用过，就没有办法退货，花了钱囤了很多根本用不上的护肤品。可是现在二手交易平台那么多，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置换自己的闲置化妆品，你的提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所以，我们美丽 online 最大的亮点就是，我们将推出最强鉴定团，我们将提出存疑的化妆品、护肤品、奢侈品，进行免费的鉴定。如果大家对美丽 online 没有任何疑惑的话，我们来聊一聊闺蜜星球。社交软件，现在市面上的社交软件不是已经很多了吗？的确，现在市场上的社交软件并不少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这一块。相反，这正好认证了市场的需求。如果我们可以挖掘垂直领域，抓准细分用户，我觉得值得一试。普通的社交应用已经囊括了所有的用户层，我们还有深挖的必要吗？所以，我们就要在功能上进行创新。我是网易云音乐的深度用户，平时听歌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刷评论。可以分享听歌感受的平台有那么多，为什么还有大批的用户喜欢在网易云音乐上面刷热评呢？因为同好聚集。对，同好。只有在这里，你可以找到跟你在同一个深夜聆听同一首歌的人，感受共鸣。聚焦闺蜜，一般的好友圈功能还不够吗？如果是想打造全民闺蜜的话，的确不够。女生在一起平常讨论的会是什么？就是分享。大家喜欢分享最新的口红色号、最新买的衣服、最近的感情观、爱情观。她们可以通过6人定律构建起自己的一个星球，这也就是闺蜜星球这个名字的由来。秀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女性时尚购物平台了，还有必要花大力气去做社区吗？相比较而言，我觉得美丽 online 更适合秀我接下来的发展。可是闺蜜星球如果真的做出来了，一个庞大的社区流量对秀我的作用可是没法比的，而且还能大幅提升秀我的用户粘度。你看网易云音乐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吗？可是美丽 online 同样可以引流啊。现在大家2份方案都已经看过了，你们觉得哪个更好？我觉得闺蜜星球吧，虽然挺有想法的，而且看上去生活、音乐各个方面也包容的挺多的，但是就是想法挺好。石总，你觉得呢？这2个方案都很不错，相较而言，美丽 online 更能让人看到它的功能性，以及对秀我用户需求的延展。美丽 online 是一个好项目，但作为 SG 最重要的项目，我认为闺蜜星球更合适。石总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散会。说好一起到白头，贫穷使我放了手。再见，我亲爱的小灰、小红、小蓝。等有钱了，一定把你们都买回来。把什么买回来啊？清仓大甩卖。Coco 小姐也有缺钱的一天啊。别惹我啊，我烦着呢。都说这包啊，是女人的第2张脸，你连脸都不要了，看来是真的遇到难处了呢。要不要我给你支个来钱快的招？你今天是自己上门找虐来了吧？咱俩现在谁虐谁好像还不一定呢吧？哟，谁给你的胆说这个话的？你不就仗着有几个破视频在这威胁我吗？视频在这儿呢，还没删哦。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，把视频删了，咱俩2清。不删呢？不删。好。哼，
今天我还就不走了。是，刚好我无聊，陪我玩玩呀。来呀！这个床真不错，要不今天就把它给买了？行啊，正好今天开始搬家。哎呀，你们家这个床啊，不行啊，不是说好优气吗？绝对健康环保。我买回去才睡了1个晚上啊，眼睛浮肿，嗓子干。你们家的床是不是甲醛超标啊？甲醛超标的床好像真的不能睡吧？床不行啊！是床不行还是你不行啊？我行不行你管我呢？哼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天天来。行啊，不在一个段位上虐起来可不够爽。你现在有什么招，快点想。我玩过的套路啊，可比你吃过的盐还多。怎么着？玩过什么套路啊？说说，是碰瓷儿啊，还是仙人跳？口味够重的呀，要不在我这试试？那可不是，你穿的像个橙子似的，我可看不上。我这是小粉象，好不好？别以为你穿的跟个牛油果似的你就厉害。来，人间牛油果，请您喝一杯，解闷的小费。早这么懂事不就完了吗？非得绕这么大一圈儿，你看你，哎呦，你敢？虽然之前我们都已经说好的，酒水饮料洒在家具上都算他的，但是真到这个时候，怎么好意思呢？再说这床品是成套的，但是其他的也卖不出去了。刷卡吧。这个提案我已经和管理层开会确认过了，项目是你提出来的，就由你从头开始负责。给你5个人的名额，组建自己的团队，任你自己选。以后关于闺蜜星球的任何事情，可以直接找我。我怎么？没信心啊？不是。2天的时间和产品组把细节讨论出来，尽快进入开发阶段，能做到吗？能。加油！这么快公告就出来了？什么公告？夏言的闺蜜星球定下来了。这么快就定下来了？刚才徐总和薛老大差点吵起来。谁吵起来？就因为这件事吗？薛老大还是觉得你的方案更好，可徐总坚持要开发闺蜜星球，说是美丽 Online 可以作为补充内容加入到秀我新的3.0版本中。可是闺蜜星球涉及到 SG 时尚事业群下阶段的资源整合，必须马上开发，这点啊，没得商量。那还说什么了？我听总经办的人说徐总当着董事长的面立了军令状，他个人对闺蜜星球负责，说是闺蜜星球上线1个月，一定会做到注册用户过1000万。新的社交网站啊，1个月就要达到1000万，这也太狠了吧！就是嘛。总监，徐总那边让我挑5个人，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。徐总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以后你的事情直接向他汇报，不用问我。可是有些同事他们手头有要紧的工作，我怕突然抽走了会给总监你这边带来麻烦。就算有麻烦，那也是我的事，你不要自己的团队还没有建立好，就开始操心我。好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先出去了。把门带上。
18600，确定。喂，我听着呢，就这个地址，把床赶紧拿走。派叔只是要求你买套床品，没必要把整个床都买了吧？你傻呀！我愿意，你管得着吗？这小粉象挺刚啊，没对手。小马，啊，卡刷好了，收据。喂，对，我是老板。啊，我们这个家居店收益挺好的，只是我俩儿子要出国留学，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。再说过段时间我也可能出国陪老婆孩子，所以要转手。啊，对，你要是有意向的话，这2天可以来看看，我都在店里。对，地址你有了吧？好。阿姨，你们家这个什么集成灶，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啊！夏楠给我买的，他说啊，现在都流行用这个火星人集成灶。你看上面有油烟机，有燃气灶，下面还有这个蒸箱。这我上面炒菜的时候，下面还可以蒸鱼，特方便。我帮你一起做吧。不用，你赶快上沙发那儿坐着。你在这儿，我施展不开。我就坐这儿吧，这儿香。好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看正说着，他就回来了。嗨。愣着干嘛呀？赶快洗手吃饭。妈，什么情况？昨天晚上我们跳广场舞的时候，想坏了，正好遇到小胡跟他朋友在那表演。他看到我们遇到问题了，就特别积极的给我们弹吉他伴奏来着。那次把人家给领回来了，但是人家帮我这么大忙，我不得请人家吃个饭呀？他忙人多了，你怎么没都领回来？你不知道啊，他家人都在国外，那人家人都回家了，然后就他自己一个人单身在心中，多可怜呐！赶快洗完吃饭啊，来拿碗筷。哦。哎呀，多吃点啊。来，你这天骨头受伤，要多喝点鸡汤补补啊。他骨头早就好了。那骨头好了，其他的地方也可以补补嘛，是吧？对呀。多喝点总没错。谢谢阿姨。鸡汤嘌呤很高的，凡事都要有个度。家里有一个医生吧，这点麻烦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向医生这样挺可爱的。你可别夸他了，他要能像你这样啊，又热情又开朗又亲切，多好啊！他应该多跟你学学，一天老绷着。这个特别简单，多听我唱歌就可以了。向医生，这周末再去听我唱歌呗。好啊好啊，楠楠也很喜欢音乐的，我替他答应你了。这看我干嘛呀？赶快喝汤。你怎么不给人拿勺啊？啊，我自己来。这小伙子喜欢你，你能不能别胡说？是你把人家领回来的，他不喜欢你，我能领他回来的。产品的细节我和同事们已经梳理出来了，还有闺蜜星球项目组的小组成员名单也拟定好了。艾米也入选了，你自己点的兵，自己要负责带好。我会的。
谢谢你。最近这个词儿出现的频率是不是有些高了？我反而觉得有点不太适应。谢我什么？方案啊，谢谢你的肯定。不让一份有价值的方案被埋没，是我的职责所在。至于它的价值要怎么体现，还是得看你自己。如果你要谢我的话，我是不会拒绝的。只是我这个人比较实在，这上嘴唇碰下嘴唇，轻飘飘的2个字，对我毫无意义。我今天早上刚给你打过钱的。昨天晚上项目奖金刚发下来，今天早上我就收到了2万块钱转账。这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我在徇私，故意让你拿到这笔钱，好早点还债呢。剩下的钱，我会尽快还的。你自己安排好吧。我要是总收不及的话，你肯定又要以为我意有所图。徐总，这次是我意有所图。运营部的末位淘汰制，可不可以考虑取消啊？理由？运营部有很多项目需要团队的协力才能完成得更出色。这种制度虽然加强了竞争氛围，但总给员工一种身后有狼在追，不得不全力奔跑的危机感，搞得员工之间都有所忌惮，不得不藏死。比如呢？比如，我身边有的员工最近可能陷入了项目的瓶颈期，而我正好想到了一个好点子，但这项目呢又不是我的项目，那你说我是出手相助还是视而不见啊？反正他完不成任务，正好解除了我被淘汰的危机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我怎么选不重要，大家怎么选才重要。末位淘汰制虽然筛选留下精英，但是整体的办公效率不一定有所提升。可是这个方案是薛总监提出来的，而且已经实施了1年。不过，你的方案我会考虑的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等一下。不是给你个人的，这是闺蜜星球项目组每个人1张，公司2个月的食堂饭卡，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加班，算是公司一点小福利，拿着吧。我和我的小团队会加油的。新军哥，前2天给你们公司发的那份简历，现在还没有人回我呢，你能帮我问一声吗？谢谢。对不起，怎么了，艾米？我之前对你太过分了。有吗？有的，有的。因为我觉得你是比我后来的，却处处表现比我好，我心里压力很大，害怕自己被淘汰掉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故意不配合你的工作，还疏远你。谁都有压力大的时候，只是发泄的方式不一样。那天我说话
不是有意的。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，不管是袁教授还是达人活动，都是你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来解决的。我那天心里实在是太乱了，所以，哎呀，过后我想想，真的是觉得很抱歉。好啦，我知道了。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一起努力。都过去了。我那么小心眼儿，你还拉我进你的小组，你这么信任我呀？你有你自己的长处，你经常能想出一些暖萌暖萌的点子，这对闺蜜星球来说啊必不可少。你总不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心血吧？不会不会，我不会的。接下来呀是证明你自己的好机会，别错过了。那夏言，你原谅我了吗？看你表现吧。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你挺讨厌的，但是一听你说话就情不自禁的被你洗脑了呢？就情不自禁的爱上你了呢？快去工作啊！我回来了，又在看这电影。哎呀，经典中的经典，百看不厌。我们第一站也去意大利好不好？我们也去骑这个自行车。好啊，你说去哪就去哪。那好，那你准备一下，后天出发。后天？我刚打电话问了，你的签证已经下来了，我们随时可以动身。那可不行，方总那边刚刚有点眉目。我说让你跟他不要谈生意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有好的项目为什么不谈呢？你都连着跟他喝了1个星期的酒了，你还没看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我当然清楚了，谁能喝得过他，谁就可以拿下单子。如果他真的这么草率，你觉得他可能会到今天这个位置吗？想接他的单子，光靠喝酒是不行的。他这个单子这么多人都盯着，个个都是人精，而且在场面上混了那么多年，你怎么可能争得过他们？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想着一口吃一个胖子啊？要一点一点来，先去接一些小的单子，多给自己积累点经验。否则，就算你很幸运拿下这个单子，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儿，因为你毫无信服力可言，你连你下面的人都管不好，你怎么可能让他们替你卖力干活？你想什么呢？大家只会看你笑话，你明白吗？想要有发展，必须稳扎稳打，从小事做起，不要好高骛远。你是一直觉得我根本没有能力是吧？你不是没有能力，你是还年轻。那许晨毅那么年轻就当上 S 级的 CTO， 我为什么不行？你这么拼命，到底是为了我们的公司，还是为了做给夏言看啊？你还在怀疑吗？我也不想怀疑你，可是你变了。自从我们在一起，不对，自从我给了你公司的股份，让你成了公司的法人之后，你就变了。你没有时间陪我逛街，没有时间陪我看电影，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回家，甚至连多看我一点心情都没有。我这不是为了我们的公司吗？我们的公司，我们的公司。这句话我前夫也对我说过，说是为了公司，还不是整天都泡到酒缸里，泡到女人堆里吗？我可没碰过其他女人。照你这样下去，那也是迟早的事儿了。我现在必须要把你从这个酒缸带走。后天就走。后天？如果你不走，我就一个人去。干嘛你凡事都要这么快呢？
我不喜欢拖拉，10年的婚姻，我说结束也就结束了，更何况这点小事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你根本不需要男朋友，也不需要老公，你只需要条哈巴狗。你就这么看待你自己吗？我还能怎么看？啊？说什么让我去欧洲试婚？是我是你，还是你是我？如果我合你的心意，听话，我们就结婚；不行，你就把我甩了，再找新的，对吧？就算结婚，也必须签婚前协议。我的人是你的，而你的钱还是你自己的，对吧？为什么着急结婚？因为你的前夫找了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小明星，他们已经结婚了，所以你着急了，对吧？我问你，当初你们2人离婚，到底是谁想离？说什么你是为了我而离婚，说什么爱情至上，其实你就是一个被人甩来的老女人。要我为你分手，要我别去谈生意，要我整天陪着你，要控制我，让我离了你就一无所有。我只想问你一件事儿。你爸妈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吗？不知道。我怎么跟他们说？说他们的宝贝儿子，等着回去光宗耀祖的儿子，为了钱找了一个老女人吗？所以跟我在一起，就只是为了钱？不是，但他们会这么想，所有人都会这么想，所以我必须做出点成绩来，让他们看看我林浩不是一个吃晚饭的人。如果我们都是穷光蛋，我们还会在一起吗？不会，我不会变成穷光蛋的。我会把我的公司经营好，我会成为一个有钱的人，一个比你还有钱的人。到时候就是我跟你签婚前协议。钱对于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？对你来说不重要吗？那好，我一个人去欧洲，你留下来经营公司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不管我去多久，想去多久就去多久。
司股份都给你，车你留着开。上飞机前我会再转你30万。我们两清了，不要再联系我。小磊，吃点吧。我吃不下。夏言，他最近还好吗？夏叔叔病了一场，夏言劳心劳力的，没睡过几个整觉。你也了解他。他有什么负能量都会自己去消化，不会轻易让别人看到。回到 SG 之后，他比往常更加努力的工作，整个人都瘦了好多。他又回 SG 了？是啊，他只是回去工作而已。其实他和那个徐总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只是个误会。是个误会。学长，我没有想到，你真的做了伤害他的事。小磊，这事儿真的不能怪我，是那个郝杰太无耻了。我在北京就已经和他说清楚了。我本来想着回到新州找好工作，明年就向夏言求婚的。是许晨怡，他一直在我和夏言之间挑唆，让我误会，再加上郝杰不停的纠缠，我才想故意气夏言的。但我发现，我做不到。我已经彻底和郝杰断了。我现在只希望夏言他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学长，你知道夏言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们亲眼看到他有多伤心。小雷，帮帮我。好吗？如果你是想让我帮你劝劝夏言的话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帮你。来，派叔，这份合同给您。小伙子，哎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字儿都签了。这个钱是你爸妈的吧？哎呀，
你为了个姑娘，也算是花血本了。哎，他们要是知道了，不会来找我吧？不会，这些钱呢都是我自己挣的。哎呀，医生可以赚这么多钱呐！当医生当然不行了，我呢，炒股赚了点钱。哦，你还会炒股？我不会啊，我朋友会，他带着我小挣了点，我就赶紧拿出来，免得被套住。哎，派叔，这段时间我没事就来店里待着，我发现咱们店里的客流量还挺大的。哎，是。哎，而且你看啊，咱们店里的流水还真不错，说不定这个店落到我手上，真的有搞头。你这么想就好。哎，不过我得提醒你啊，韩爽要是知道你把这个店给盘下来了，他未必继续在这儿。到时候你要是后悔找我，我可不认账的。派叔，就怕他不知道。放心吧，我有的是办法把他留下来。我被开除了。明天开始你就不用在这上班了。你谁呀？你凭什么开除我？派叔呢？哎呀，派叔呢，已经把整家店都盘给我了，所以从今天开始呢，这就是我的地盘了。为了算计我，还真敢下本啊！你家就一开整容医院的，你的钱可是你爸妈一个胸一个胸隆出来的，你对得起那些硅胶吗？再说了，我签了合同的，就算你是老板，也不能随便开除。什么合同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派叔从来就没跟我说过这事儿啊！是不是你为了诓我，根本就没这合同？当然有了。哪儿呢？给我看看。在家呢。在家。反正我没看见合同之前，我……哎，派叔，来正好。啊，我是拿点东西。哎，你别走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，你不能让人随便欺负我们老员工啊！你提醒的对，哎，小马，哎，之前签的合同还是有效的，你必须遵守，这已经都写在我们的合议里面了。哦，你呢千万不能随便开除人，要不然他们去申请劳动仲裁，我可是要为他们作证的。咱们的协议里面有这条吗？那当然，他们已经跟我很久了，就算我走了，那也不能把他们推到火坑里去啊！你看看，人家派叔有情有义，不像某些人啊，净想些歪门邪道来害人。这么说就让人有点为难了。再说呢，你呢也很忙的，不会天天到这儿来，这店总得要有人看吧？你可不能给我干黄了。派叔，你放心。有我在这儿呢，要有人想使坏啊，我有的招式来治他。你在我就放心了。那这么说，我还真得把他留下来了。哎，对呀，把他留下来。派叔，我把我藏的酒给您尝尝。哎，好。这招真管用，那是当然。哎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走开，我要和派叔好好告个别。好，你们俩好好道别，我就去看看我的新店。派叔，我敬你。来。没想到你不光会卖家具，演技还不错啊。演技？你是说你都看出来了？那当然了，虽然演技不错，但剧本写太烂了，想用激将法骗我上钩。我从3岁就跟我妈斗，我能被这小子这破招骗住？这么说啊，你是愿意接下来干？这是我看上的店。再说了，不让他得逞一回，万一他哭鼻子回家不玩了，我岂不是很无聊？你们两个还真有意思。先让他得意一会儿，接下来看我怎么慢慢修理他。哎呀，这个剧情也蛮血腥的啊。
你看，这拍了好多照片。你看这张，是楠楠8岁的时候。哎，那年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突然爱上吃甘蔗了。他爸就一口气买了一大捆回来。哎，我这每天回来就看着他们俩拿着甘蔗呀，演《西游记》，这也不喊爸了，天天喊师傅。这怎么没有叔叔的照片啊？哎，你都收起来了，怕感到伤心。不过这也都是自欺欺人，虽然看不着照片，但是心里一刻也忘不了。这个身后的这个就是他爸爸。向医生还会吹口琴呢。那时候他爸爸爱玩乐器，我爱唱歌跳舞。楠楠那时候跟他学了不少，后来也就不碰了。那叔叔他癌症。楠楠上中学的时候，他爸就走了，特别突然，有1年的时间吧。我感觉好像在做梦，总感觉只要梦醒了，日子就跟原来一样了。等我缓过神来，他爸没回来，楠楠也已经变了。我不知道他心里承受了多大的苦。原来那么爱玩爱笑的一个人，突然好像长大了。妈，哎，回来啦！火龙果没买着，我买了点橙子。啊，橙子也行。哎，来，我去洗，你们俩聊啊。喝水啊。点2，快走快走，快吃。我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？你真不吃啊？说吧。服务员，我们那饺子先不上了啊。好的。林大哥最近怎么样？不知道啊。他最近没找你？没有啊。他不找你，你也不去找他。我为什么要找他呀？不是，林大哥跟那个郝总已经分手了啊！他现在每天特别辛苦，忙着应酬啊，忙着公司那堆乱七八糟的事儿。你没事，你多看看他去。我为什么要看他呀？他和夏言已经分手了。我让你去看他，你又提那姓夏的干什么呀？那是他自己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，跟你更没关系，瞎操什么心？又是那费天明啊！你不会真打算跟他好了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他可有孩子，你上去了也是倒贴。你之前不是说有孩子挺好的吗？是吗？我说过吗？哎，没关系，不重。你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他特虚伪，这人。哎，你别胡说八道。我没胡说，你看吧，这么久了，我跟他见过几次了吧？他有关心过我吗？不是，我看人家对你挺好的呀，挺关心你的呀。你不觉得他总对高高在上的啊，都恨不得这么看人？大萝卜坐飞机，他一天装什么进口大苹果？他一天的。你想多了。是你想少了，我的姐姐。我跟你说，你们根本就不在一个阶层。你真以为他会一直对你好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他不会的。等一下。喂。啊！你好啊！对，是有个笔筒。
哎，那网上不是有照片吗？啊，行，那我再给你发过去。你确定买啊？哎，得了，好，拜拜。我刚说哪来着？阶层。啊，对，你们根本就不是一个阶层，它体现在方方面面。啊，你看，比方说，他给你买过衣服吗？这什么呀？笔筒。他给你买过车吗？这从哪来的呀？我的。他有没有送过你房子？你有这么艺术吗？这是费天明书吧里的吧？是吧？啊，我那天看着好看，他就送我了。是你要来的，对不对？我是那样人吗？真的是。还给人去。我还给你还不还？不是我答应不还我还。刚才电话你也听见了，你看我已经卖出去了。再者说，他都已经给我了，我这再还回去，这。你这真不是一个阶层的。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当医生了。因为当医生很伟大，也很无聊。我上回开玩笑的，你怎么还记仇呢？印象深刻，想忘也忘不了。我其实特别钦佩当医生的人。我小时候算是在医院长大的。啊，病的不是我，是我爸。那个时候他总是在医院里面进进出出的，我也帮不了什么忙。照顾他的都是医生和护士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要不然我也去当个医生吧。只不过，天生不羁，爱自由，还是像医生的我。好了，就送到这儿了，走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周末记得去听我唱歌。我不一定有时间。没关系，你要是没时间的话，我去医院唱歌给你听。答应了阿姨的事儿，我可不想食言。走了，先来。哎呦，我姑奶奶，你可算来了！你快点儿，磨叽什么呢？不是让你打车了吗？天天磨磨唧唧的你。打车多费钱啊？不是那几个钱啊？不是，你这么大老远把我叫来，到底干嘛呀？不是我的事儿，林大哥的事儿。他怎么了？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的了，脸色蜡黄的。他本来就瘦，现在走路都打晃。好不容易给带到饭店来，点了一大桌子菜，他一口都不吃。为什么呀？你问我为什么？我问你，你那天跟他说什么了？我……哎，行了，你别想了，你快先上去吧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说哈啊，林大哥可不是坏人，你那朋友的事不能全赖林大哥，知道了吧？你不跟我一起上去啊？我干嘛去？你快去吧，快点。小磊，我这样是不是很傻？是我不珍惜，伤害了他，现在失去了，就是我的报应。可是我真的放不下。你现在
真的还爱着夏言吗？我的爱从来就没变过。可是爱有什么用？除了爱，我还能给他什么？我不能让夏言跟我过一辈子的苦日子，更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也过这样的生活。我相信你是有能力的，只要你坚持，你们还会重新开始的。这个现实的社会，能力有屁用啊！我辛辛苦苦跑业务，喝酒喝的胆汁都吐出来了，可这些都比不过那些有背景的人的一句话。和他们一比，我活得就像个笑话。人生是自己的，不要和别人去比。我不甘心啊！我用了加倍的努力去念书，考大学，读研究生。我以为我靠自己很快就能出人头地，可事实呢？一些人，他们什么都不干，就可以拥有我付出10倍都得不到的东西。你说这公平吗？难道咱们小地方出来的，天生就要比别人矮一截吗？凭什么？我是全村唯一的研究生，是我爸妈这辈子最大的骄傲。可我这个骄傲，在这个利益至上的社会，什么也不是。可是以前，你也是夏言的骄傲。曾经我也这么以为，可后来我没自信了，知道吗，小磊？我没有自信了。夏言她那么优秀，她遇到的人哪个条件不比我好？他们轻易的就可以把我想要给她的东西捧到她面前。可是我呢，我还什么都给不了她。这城市光鲜亮丽，可是想要活下去太难了，就连维持一份爱情都那么难。郝杰对我只是图个新鲜刺激，我对郝杰更是没有动过心。可以我当时在公司的地位，他要对我有所图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想要尽快给夏言一个安稳的家，给她一份温暖的情感，我只能妥协，只能忍受屈辱。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了。我想要给她最美好的东西，可事到如今，我却弄丢了最美好的她，是不是特别可笑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人生没有一帆风顺，只要能够挺过逆境和低谷，
才会对得起自己的人生。还记得吗？这是在上大学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的话。李浩，你还是从前的你。我都忘了我以前自己是什么样子。喂，小磊。我在你公司楼下，你能不能下来一趟啊？怎么啦？就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，你下来一趟好不好啊？哦，好，那你等我，我马上就下来。夏言，夏言，你想说什么就赶紧说吧，我还要回去上班呢。你瘦了。既然你不说的话，我来说。我知道郝杰出国了，我猜你们已经分手了，所以你过来找我，是想看看有没有复合的机会，对吗？那天晚上之后，发生这么多事，我们还没有好好彼此面对面把事情说清楚。是啊，我找了你很久，我想把那件事情解释清楚，可是你一句话都没有就人间蒸发了。对不起。那几天我到处找你，我生怕你出事儿。我不停地在问自己，我到底是做了什么？我每天那么努力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还是把你给弄丢了？夏言，对不起。我一直在等你的出现，可我最后等到的是你搂着另一个女人的照片，等到的是你一句轻飘飘的分手。真的对不起。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，永远不会对我说出对不起3个字，因为那是你做错了让我难过，才会跟我道歉。可你永远不会让我难过。可是就在刚才，你连着说了3个对不起。这次真的是我错了。我当时听到你和那个许晨毅，我的心也是像刀扎一样。我不敢面对你，是不敢面对我的心疼，只能逃避。我知道那件事是我误会你了，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可不可以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原谅我？我今天之所以跟你站在这里，就是想把过去干干净净做个了断。夏夜，别这样。分手之后我哭了很久，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曾经以为我们是最般配的。当然，我们是公认的最佳情侣，不是吗？
可我发现我错了。我看到你跟郝杰站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发现你们也很般配。我才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两个人是必须要在一起的，一切只是看你愿意相信什么。你当初愿意相信我跟许成义不清不楚，是因为那样会让你的选择更容易。你现在又愿意相信那是个误会，是因为郝杰已经走了。不是的，夏言，我是真的还爱你。你愿意相信你还爱我，是因为你暂时没有更好的选择。你怎么要这么说呢？不管你怎么想，在我的心里，你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不管你以后跟谁在一起，我都祝福你。但是请你不要来找我了。你真的要那么狠心吗？干脆一点，就像你当初离开我那样。我祝你前程似锦。是他吗？是啊，你查他干嘛？我才没查他呢，我查设计师资料的时候看到的。设计师 Jerry， Design Award 国际设计大奖赛金奖。这是全球领先的设计比赛，能获奖的都是顶尖的设计师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呀，他只跟我说他是做出版的，还开了自己的一家书店。他还有一个同名的设计工作室，卖出的款都是限量款。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。那你们一天天风花雪月的聊什么啦？也没聊什么。你说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呢？还是担心我接近他是有什么目的？你又想多了吧？他在设计领域是很纯粹的人，出了名的低调。你不会又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了吧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人家太优秀了。这不一个意思吗？哎呀，我反复告诉你，爱情就是抛开那些规则、金钱、名利不说，你们有聊不完的风花雪月，你能让他感觉到快乐，他能让你感觉到自在，这就是合适的爱情了呀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哎呀，再说了，我再说句更难听的，他不缺钱，不缺名，不缺利，他图你什么呀？我不是说他图我什么，他就是真的觉得你好呀，你是真的好呀。不行，我跟人家差距还是太大了。白跟你说这么多，反正我跟你也说不明白。我还指望你帮我淘几件限量款呢，没出息。这是小军拿的吧？还给你。哎呦，他喜欢就给他嘛，我是主动给他的。我知道他什么样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跟他说了，不要让他再来了。而且，给你添麻烦了，对不起啊。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你没必要替他道歉。我是他姐姐嘛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可他已经成人了，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，所有事情他应该自己来处理。我也知道，可是他才刚步入社会，很多事情都不懂。我要是多照顾着点儿，家里人也能少操点心。从小到大，你父母是不是特宠他？他是家里排行最小的，
父母多宠着点他也很正常。不是多宠着点儿吧？我听说小时候你父母还会把你喜欢的书卖掉。他们觉得女孩子没必要读那么多书，书读的再多，还不是以后要找个好人家嫁。在这种家庭中长大，真是不容易啊。像我这种原生家庭，是不是会让人看笑话呀？没有，我就是心疼。晚上一起吃饭吧。今天不行，我晚上有点事儿。周末。好，周末我去接你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你忙吧，我们周六见。周六。你看看你呀。爸爸，我来了。爸爸。宝贝儿。嘿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你今天不是学琴的吗？啊？喊了好几回了。你这头发什么时候剪的？前几天妈妈给我剪的。我看太长了，就给它修了一下，没剪好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们人长得帅呀，小帅哥。林总，这个月原本谈好的3家公司都提出解除合作。当初为了表达我们合作的诚意，在合同里设置的违约金都很低，现在到手的总额一共才5万。下周一就需要发工资了，公司对公账户上的余额似乎不太够。员工工资的事我会安排，周末从我的个人账户里划一笔钱过来。还有事？林总，我想辞职。辞职？公司目前是遇到一些困难，不过我已经在外面拉投资了，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好消息，你不用担心。不是钱的事儿，是我妈吧，非得让我回去考公务员。我爸最近身体又不大好，我奶奶这个风湿病又犯了，我得回去照顾。我男朋友吧还逼着回去结婚，这婚房啊刚买的。行了，工作资料整理好，直接跟我交接就行了。好的，谢谢林总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30天就能有收益的吗？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。稀有金属市场波动太大，这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路下跌。你之前怎么跟我保证的啊？先别急，我听业内资深说了，再等几个月，价格必定回升。你再等等。你好，是你找我？你是赵小磊吧？我叫王萌，费天明的前妻。送给你，这是我从上海带来的小礼物。我其实，你不用紧张，我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有事情想拜托你。关于豆豆，我和天明的孩子。我和天明在豆豆3岁的时候就离婚了。那个时候豆豆还小，他什么都不懂。他以为爸爸只是工作忙，所以不能经常回家。可现在他慢慢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想法。他越来越想知道，为什么自己的父母
不像其他小朋友的家长那样能够生活在一起。你说我能怎么回答他呢？其实我知道，他就是希望天明能陪在他身边。说实话，我也有想过，想为了豆豆和天明重新和好。但天明告诉我，他身边已经有了你。不是，不好意思，你看我这话又说远了。我知道，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关于我和天明离婚的事情，我会慢慢的引导豆豆去接受。豆豆现在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，所以我想请求你，以后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希望你能够多照顾一些他的感受。我知道了。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